这个国家富得漏油，说的是石油啦，但是新加坡元是真的在这里1:1通用的哦。这里有东南亚最漂亮的清真寺，屋顶是纯金做的，还有全世界最大的水上村落。这里的公共场所是禁烟禁酒的，追求不铺张浪费的生活。走5公里都不一定能够看到一个商店，但是我却选择了来这里待6天。不说别的，就抽烟的问题，能忍得住6天？结束在马来西亚1个月的旅行，从哥打金纳巴鲁坐飞机到文莱只是需要40分钟。从网上了解到是可以带限量的香烟进入文莱的，只是需要按量交税，所以我就提前准备好了一些新加坡元，想着要带1包香烟过去。同行的一位欧洲的游客告诉我，我也可以在机场免税店带2支酒过去，但是需要提前向海关申报，从手机就可以完成。进入文莱是需要填写电子入境表的，这个我们就真的是失误了，到了海关才知道要填。同行老挝朋友的手机又还没有买到网络，又说连不上机场的 WiFi， 还得先注册账号才能够填表，所以呢，我就得先帮自己填好，再帮他搞，结果在那里弄了快半个小时，硬是提交不上，最后整个海关里面就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里面的工作人员就说，算了，你们不用填了，直接向警官说明你们的行程，将要在这里待几天，住在什么酒店，然后就让我们入境了。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看到的是友善，而不是管理的漏洞，毕竟制度也都是为人服务嘛。我们的确是有错在先，没有提前去填报，但是他们的眼中也并非只有规矩，而无视游客的困难。这一次选的酒店听说是在市中心，离主要的景点都非常的近。到了酒店放好行李之后，我们就马上兴奋地跑到街上面去了。结果这里真的是1个人都没有，只有车，整一条大街全部都没有，1个人都没有。先吃了饭再说吧。随便选了一家餐厅，也叫不出来菜名。原来打算点4个菜的，老板说我们点太多了，吃不完的。看来他们真的是很实诚啊。事实证明，最后3个菜也是完全够吃的了。这里饭菜的味道就还好，我呢只要是饿了，什么菜都不挑。所以那种网红餐厅我是很少去排队的。总不能够因为网红餐厅的名声而错过了自己身体饥饿的时机吧。毕竟在这个物质过剩的现代社会里面，能感觉到饿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了。第2天早上9点，太阳已经很烈了。我们酒店离河边大概有1公里，河边也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吃饭的地方，只有在那里附近才看见有餐厅，我们要到那边去吃早餐。我呢，通常都不会预定酒店早餐的，一来他们都是很类似的菜品，二来预定之后，如果你还不想吃，又会浪费，吃嘛，好像又有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我更喜欢到新地方去了，就随机找个早餐店，尝一下当地人爱吃的东西。没想到走到这里，实在觉得太好看了，就一直向着它走了过去了。原来这里就是文莱最出名的奥马尔阿里赛义夫丁苏丹清真寺。大家放心好了，名字虽然很长很难记住，但是如果你来文莱的话，你是不可能看不到它的了。在市中心里面，随处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身影。它被誉为亚太地区最壮观的清真寺之一，是一座皇家伊斯兰教清真寺。文莱人都认为它就是国家的主要标志。这座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同时受到伊斯兰和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因为它就是有一位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要进入寺内必须要脱鞋，如果你当天穿的衣服不太适合进入寺内，这里也会有这种长袍，免费让你临时穿进去参观。但是寺内是一定不能够大声喧哗的，因为这里在穆斯林的眼中，它是天堂。
这里面主要是用作祈祷的，所以管理者以红色的隔离带划分出来一个区域，让非穆斯林也能够进到寺内参观。有一位游客不知情跑了进去，也未见责骂他，只是提醒他越界了。文莱有规定，在清真寺周围的数公里之内都不允许有超过它高度的建筑物，所以这个清真寺的4个角度都是有不同的美的。在寺里面，大部分的材料都是使用进口的，都是要求世界一流的品质，但是再贵也贵不过它的这一个金色的圆顶，因为它真的是用纯金做的。这么贵重，当然就要放到最显眼的位置啦，所以它在离地50多米高的高度，在市区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能够看到它的。刚才拖鞋进入寺内的那一面是面对马路的，另一面就是有喷泉的，而现在的这一面呢，就有一个人工湖，可以制造出倒映的美景。继续的往前走，就能够看到在湖里摆放了一艘16世纪时文莱皇帝所用的船的复制品，让这一个角度的景色更加的有层次。而在对面的大草坪上面还摆放了一个巨型的相框，给有创意的人发挥想象，尽情的拍照。要看美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又热又渴的我们继续找买水的地方，最后逛了10多分钟，也只能回到昨晚吃饭的那个餐厅附近。仔细的看了一遍，好像也只有3个选择，因为老挝的朋友有点抗拒印度的口味，但是最后选的这一间好像离印度也并不是很远。菜单上面写的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但是一下单，过一会儿就回复说不能做，最后我们就只能选一个最简单的现成菜了。这边街上的商铺似乎都只是为了满足生活所需，所以路上你也就不会看见什么让你眼花缭乱的广告牌啊、指示牌啊什么之类的了，一眼望过去都是干干净净的。习惯了在泰国走10步就有一间711的我们，终于开始懂得需要提前做一下规划了，买点饮料啊，买点小饼干啊、小零食啊之类的，毕竟酒店附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得卖的。吃了午餐，我们又得步行1公里回酒店，外面又热又晒。到了晚餐的时间呢，我们又要再走过来。老挝的朋友都开始试探我了，说机票能不能改签的，提前2天有没有可能？第3天吃了那些买到的小饼干，就当是早餐了。不甘心的我们决定向另一个方向走一走，因为实在是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商店的，没有商店可怎么活呢？结果走了30分钟，除了绿化工人，什么人都没有看到。方圆10公里都不会有人的样子，一个行人都没看见。它这个减速带真的很高很高，这个坡度，所以不减速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车头都要掀起来了，所以不减速是不行的。这里就是老挝朋友在网上查找到的，说是有很多餐厅的区域，是市区最繁华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吃了一个中式的汤河粉和烧鸭饭，就打车回酒店了。打车费是28块人民币，这也是这边打车软件的起步价了。在这边只有一个打车软件，叫做 DAT。我们带来的1包香烟只剩下最后2根了。从来都不愿意做计划的老挝朋友都开始忍不住了，在网上拼命的查找别人都推荐了一些什么可以玩的地点，又或者他是在查找哪里能买得到香烟吧。这一次住的酒店说是文莱排名第2的酒店了，房费是600块钱1晚，不含早。酒店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无论是硬件还是服务，还有免费的饮用水供住客自取，冷的热的都有，还有苏打水。文莱的公共场合是不可以抽烟的，
但是酒店是属于私人地方，所以一般呢都会在离住户稍远一点的区域划出一小块地方给烟友使用。老挝朋友查找到有一个菜市场是值得一看的，于是我们就步行出发了。没错，也就是向着我们每天吃饭的那个方向出发。这个菜市场的停车场就真的是比卖菜的区域要大了。这里卖的都是蔬菜为主，还有一些手工的编织用品。老挝的朋友在这里吃了一个现炒的河粉做早餐，อร่อยมาก我就买了一包迷你的莲雾，比泰国的要酸一点，但是就多了一份山野的味道。这里卖的这些木制品，我就真的是不太懂了，但是看起来都很是名贵的样子。在菜市场对面有一间华人的寺庙，叫做腾云殿，说是现任皇帝的父亲特批的，说是无论如何都没有人能够改动这间寺庙，即使周边建再高的楼，处在三岔路口的这间寺庙也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每次进入这种寺庙，我都会有一些平静，又会有一些哀伤。看着这些熟悉的画像、装饰和雕像，总是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时不知道是整治什么的原因，要求要上缴我们村子庙里的菩萨雕像，于是村民们就把雕像带到家里去，藏进那种装了稻谷的大瓦缸里，还得是轮流进行，每个人藏3天这样子，以免被追踪到。当时还很小的我看着这些，心里面想，那些坏人就不怕菩萨惩罚他们吗？就不怕有报应吗？但是现在回看起来，他们也真的还是活得好好的。于是我所信奉的也就随之改变，或者可以说再也找不到可以信奉的真理了。国土小小的文莱是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它都能容得下不同宗教的存在，这是外面大世界应该学习的吧。距离腾云殿不远的地方就是文莱河边了，有很多船只往返于河的两岸。有个船夫跟我打招呼，我其实不太听得懂他的英语，但是我突然间想起了香烟的事情，就和他做了个抽烟的手势。他以为我是想要问他要香烟，就从他船上的箱子里翻出了一包发了霉的香烟给我。我就问他有没有新的卖，他叫我们上船跟他走。我心跳都有点加速了，当然就马上跟他走了。他带着我们开船到了对面的水村去，但是说那边的商店关门了。在返回的路上又问了一下他的同行，刚好他的同行有一包，就卖给了我们。但是后面在附近的不远处，我重复了那个手势，居然又买到了一包。难道河边才是文莱通向外面世界的渠道吗？是的，听说很多人会到这里来坐船30分钟，去到和马来西亚交界的地方，到了那里就可以喝酒了。原来文莱离外面世界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远。第5天了，今天的行程是去大桥的附近吃午餐，到了傍晚再去游览全世界最大的水上村落，因为昨晚到那边的时候发现那边特别的有风情，今天要再去好好的转一转，听说那边还能够看得到鳄鱼呢。老挝的朋友呢就开始倒数了，说明天就可以离开了。他说在这里很奇怪，之前随便让喝酒的地方都没怎么想着喝，来了这里就是很想去喝一杯。抽烟也是一样，人性啊就是这样，越是不让你做，你就越想去做。现在我们在的这个河边这边是属于这里的主要的旅游景点吗？对，主要都是在这边是吧？对，哦，那个就是本地吃的，这现在去的这个地方就是本地吃的，本地区的，是本地马来人，就是说本地这里的马来人，他们土著这里的土著，
啊，这里的土著。哦。你是中国哪里来？廣東。講廣東話啦嘛。啊，係啊，你都識講廣東話？廣東人啊嘛，我東莞㗎。你東莞㗎？係啊。哎呀，咁我哋真係老鄉嚟㗎。我石龍，東莞石龍。石龍。係。啊，石龍，咁你依家仲有冇咩親人響？冇㗎啦，係嘛？係咯。我即係翻我自己鄉下，我想見翻即係以前啲。係咯。我入到去嗰個舊村添喎，我阿爺佢哋嗰代嘅嗰個村冇啦，我入去問嗰啲人都好老㗎，問你北村點乜？我話邊有啲咁嘅地方都冇啦，鏟晒咯。係啊，冇㗎冇。你哋依家啲細路都唔識講廣東話㗎啦。講廣東話，我屋企講廣東話國語嘅。啊，都係佢哋都仲喺度講緊嘅。係啊。哦，咁都好啲，好。OK。唔得停㗎啦。OK， 好，唔該你嚇。ที่นี่มีแต่ฝุ่นเนาะไม่มีอันนี้ป่า ป่านี่ก็ มุง สา อ๋อมีแต่สามเนาะไม่รู้กันละกั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อันนี้ผักเหรอ ชาที่กูว่าเลยพวกเขาทำไม่ดีเนี่ยหนอ听说远处的这道桥是文莱的国王在听到水村的人们说想要出行更加方便之后而新建的。这边的国民都非常的爱戴他们的国王，国王呢也是有求必应，这种关系就真的是让人羡慕了。这个水上村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由42个村落组成，分布在文莱河的两岸，大约有10%的文莱人口都是居住在这里的。Hello， ini sepuluh ini。这里除了住宅，还有寺庙、教堂、餐厅、商店、学校、医院等等。整个村庄内的水泥道路和木头的栈道相加起来有36公里长。而靠在河边的这一面呢，都是水泥的道路，江边有淡马的码头连接起来。在这里跑步就真的是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爽。虽然房屋看起来都像是用很简单的材料搭建的，但是城市具备的像是供电啊、空调啊、网络啊什么的，这里全部都有。洗手间还非常的干净，有专用的中央污水收集处理系统。部分的居民还会在这里养家禽啊，种花草、青菜什么的，非常的有生活的情调。其实我的英语只是自学了几年，水平很是一般。小哥的介绍我大概只能听懂60%左右吧。过后我就把我吃这个传统的文莱食物的视频发到了 TikTok 上面，有很多热情的网友跑上去留言，说这个直接音译的话就叫做安姆鸭，还告诉我这是一种植物提取的，还有很多留言欢迎我来文莱旅游，有用中文写的，有用英文写的，还有一位是用拼音写的，估计他是正在学习中文，但是我就很惭愧了，我是拼音都不会的，因为小时候讲的是乡下的土粤语，根本就不知道普通话是什么。作为一个游客来说，我真的是菜鸟级别的，但是在文莱我也从来没有感觉到被人歧视，反而遇到的每一个人，包括在网上相遇的，都是非常的真诚。他们不愁吃不愁喝，更加不用愁有没有游客前来，他们大可以对游客说你爱来不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这样做和这样想。在这几天里，我一直在重复地问自己一个问题，这里城市建设的那么先进，自然生态又那么的好，生活方式又那么的健康，为什么来到这里之后，依然还是会觉得欠缺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可能根本不是这里有什么欠缺，只是我们想要的太多。
أشهد أن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حي على الصلاة حي على第一，切记要提前填写电子的入境表，链接我会附在我的视频的详情页。事先要注册账号，然后才能够填写你的入境卡，提前多少天都可以。但是马来西亚的好像就只允许提前3天的。第二，手指着某样东西的时候，尽量用拇指，因为是那边的习俗了。如果你不记得，他们也不会怪你，但是尽量嘛。第三是坐船到对岸去，每次都是新加坡元。第四，货币可以考虑直接换成新加坡元，因为在这边是直接通用的。这样子，如果你换多了，去到别的地方就会更加通用一些。第五，提前下载打车软件 DAT。我试过用泰国的电话号码是没有办法注册成功，但是用马来西亚的号码和中国的号码都是可以成功注册的。